程毅被叫老公6年，瞳孔地震从没变过，这不是社恐，是一种清醒。同一个表情。6年。我跟你讲，我昨天把他这些年被叫老公的反应片段拉到一个时间轴上看，看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不是被吓的，是被那种一致性震到了。你要是不看年份角标，你会以为这是同一天，同一场活动，连着拍了好几条。可他不是，他跨了整整6年，从琉璃那会儿一直到2026年的生日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假设啊，我们做个假设。假设你是个艺人，被人当面喊老公，喊了6年，几百上千次，正常人会怎样？要么慢慢麻木了，要么练出一套油到发光的标准回应，对吧？可他没有，他每次还是那个反应，眼睛猛地一睁，瞳孔地震，整个人愣在那儿。这就有意思了。今天我不想当个八卦视频来看他这表情有多好笑，我想认真拆一件事，这到底是社恐，是不会接梗，还是藏着点别的东西？说回正题哈，咱们先把这6年捋一捋。我自己看下来啊，有个很主观的感受，我管它叫瞳孔地震编年史，但我先说清楚，下面这个分期是我个人的归纳，不是什么官方说法，你就当一个观察的角度听。早期，大概琉璃前后那段，我觉得是纯猛期。那时候他刚靠私凤火出圈嘛。对了，我得插一句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当时的语境。2020年那个节点，整个仙侠剧市场正好缺一张能扛美强惨的脸，他一下就接住了。行，现在回到他那个阶段，他被叫老公，给我的感觉是纯粹的，毫无防备的震惊，没有套路，没有准备好的话术，就是真下猛。再往后，沉香如屑莲花楼这一段，你能看出来，他好像开始有标准答案了。被叫了，先愣，然后接一句相对稳的回应，把场子稳住。换句话说，他在学。这一点其实特别值得说，一个人愿意去琢磨怎么把这个尴尬接得让大家都舒服，说明他在乎现场每一个人的感受。这不是天生的，这是练出来的情商。最近这2年呢，我感觉他甚至能先发制人的开玩笑了。外面世界现在都这样了吗？好怕怕。你看这条曲线，从纯猛到有答案，到主动调侃，这哪是社恐啊？这分明是一个人6年里一点一点学会了怎么温柔的 hold 住全场。不过我得诚实一句，哪一年对应哪个阶段，具体场次的时间点，我没拿到第一手物料，凭印象说啊，如果记串了评论区指正。但那个越来越从容的大方向，我觉得是错不了的。好，下一个视角。我发现一个事儿，他对女粉和男粉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挺有意思。面对女粉喊老公，他通常是先害羞的低个头，然后温柔的把自己掰回哥哥那个位置上去。面对男粉呢，戏剧性就拉满了，瞳孔地震，好怕怕，那种夸张的错愕，然后全场哄笑。为什么不一样？你想想看，这里头其实是一套很细的分寸感。对女粉，他用哥哥这个词，温柔但坚定地把关系往一个安全、舒服的框里引。对男粉，他用夸张的喜剧反应，把一个可能有点突兀的瞬间变成全场一起笑的集体梗。说白了，他不是在应付，他是在根据不同的人，选最不会让任何人难堪的方式化解。这是把每个人的体面都照顾到了。好，讲到这儿，我得停一下。我先说清楚啊，接下来这段不是我的观点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网上确实有另一种声音，我整理一下。有人说，他这套反应是不是其实就是不会接梗，太端着了。有人觉得，人家叫你一声，你大大方方接住不就完了，何必每次都瞳孔地震，好像很怕的样子，显得有点放不开。媒体那边也有过类似的角度，说这是社交回避。行，反方的声音我放在这儿了。现在我说我的看法，我倒觉得恰恰相反。你品，你细品，能把每一次都接成全场大笑，还从不越界的人，叫不会接梗。那才是真高段位的接梗。真正的不会接，是接到尴尬冷场，或者接到油腻越界。他2样都没有。
他那个瞳孔地震，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个称呼我接不住，但我用一个可爱的方式让你知道我接不住，而且我不会让你下不来台，这是边界感，不是社恐。这两个东西差着108000里。而这就要说到今天这期我最想聊的那个点了，也是整件事的核心。为什么他宁可一直当哥哥，当那个被吓到的人，也不肯顺势接住老公这个最省力的梗？你要知道，在饭圈这个生态里，虚拟恋人几乎是最高效的一条路。粉丝喊老公，你含羞带怯接一句，情绪价值直接拉满，粘性、集资、数据全都来了。这是 KPI 意义上最划算的打法。可他偏偏不走。我自己琢磨啊，有几条线可能拧在一起，造就了今天的他。这部分我得提前打个招呼，属于我的推测，不是他本人说过的，你听个思路。第一条，底色。他是湖南人，这个是公开的。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一个比较踏实、有分寸的人。你让这样一个人去演虚拟恋人，他本能上大概就会别扭。这不是装出来的清高，更像是性格里的东西。当然，这是我从他公开表现里读出来的，他内心怎么想我不敢替他说。第二条，我觉得角色可能反向塑造了他。我跟你讲，这点特别玄妙。他演过李莲花，那个看透江湖、向内求平衡、自洽又松弛的大侠。新京报采访里，编剧都说过，李莲花就是诚意，浑然天成。一个长期沉浸在这种通透、克制，把自己往后撤的角色气质里的演员，他的自我认知会不会被慢慢重塑？我倾向于是，他越来越像那种不需要靠别人的崇拜来确认自己的人。那部古装探案剧叫《李莲花》那部吗？莲花楼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刚才差点说成别的。第三条是他给人那种降低期待、神隐的处事感觉。他不太营销自己，不太消费热度。所以你看，当老公这个梗递到他面前，他做的选择是主动把关系框定在兄长、老师这一档，而不是虚拟恋人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选择不是个人能轻易做到的。在那个全行业都在抢情绪价值的环境里，他主动放弃了最肥的那块。这恰恰说明了他的清醒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他那句口头禅：拥抱生活，享受生活。第一次听，你可能觉得这话不深啊，鸡汤味儿还挺重。可你放回那个场景里，粉丝当面喊老公，情绪烫到顶点，他先是瞳孔地震，然后切换成那个被果果们戏称教导主任的模式，认真地说，好好工作，好好读书，拥抱生活，享受生活。这句话的 power 到底在哪？不在内容，在他划线的方式。他温柔，但他是一条线。他在说，你喜欢我可以，但我希望你的生活排在我前面，喜欢我应该是你生活的动力，不是负担。说白了，他是把粉丝当成一个个要好好过日子的真人在疼，不是当成数据在收。你拿这个去对比一下别的处理方式啊。很多人面对同样的场面，要么顺水推舟收割情绪，要么冷脸划清界限，弄得人尴尬。他这个是第三条路，既不收割，也不冷场，而是把你往好好生活那边轻轻推一把。这个 level 真的高。我承认这期我有偏爱，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。一个能在最容易上头的场合，反过来劝你冷静，劝你过好自己日子的偶像，这种分寸值得被看见。好，差不多该收了。回到最开头那个假设，如果他6年的反应剪在一起像同一天拍的，那说明什么？我的答案是，这不像营业，更像本能，不像社恐，更像清醒。那我留个问题给你，你觉得偶像和粉丝之间哪一种关系更健康？是虚拟恋人那种炽热的、及时的情绪满足，还是兄长、老师这种有边界、能长久、彼此尊重的相处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其实这事儿还有另一面，我一直没说，关于他这种神隐式经营，长期到底是吃亏还是占便宜，这里头水很深，我留到下期。下期我们聊一聊那个一直没人正经提的细节。懂他的人其实早就懂这份分寸有多难得。
今天这期就到这。